今夕何夕兮，千舟中流。今日何日兮，得与王子同舟。山有木须莫有之，星月君兮君不知。山有木兮莫有之，心远君兮君不知。君不知。大娘娘，陛下，哀家虽遵先帝遗命参政，然仅是辅助陛下，朝堂之上，唯陛下是君。走吧。太后圣明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太后圣明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这匹马我要定了，你们要好好照看它。是，郭小姐。小姐累了吧？我可没有那般娇气。小姐，你又去哪里？不回宫吗？去见皇上。今夕何夕兮，千舟中流。今日何日兮，得与王子同舟。
方才你所演的那出私戏《越人歌》，朕怎记得故事结尾是鄂君子熙被乐女的歌声所打动，按照除恶的礼节，将双手扶在乐女的肩上，将一幅纹有美丽图案的绸缎披在乐女之身呢？我不喜欢那般的结尾。为何呀？乐女的性格像火一样热烈单纯，若跟随鄂君入了波谲云诡般的后宫，不但会大失风采，更难以生存。若汝儿是乐女，可甘愿在这9重深宫中陪伴鄂君？不知晓。皇上今日频繁出宫，去见曹家小女儿，儿女情长啊！你有没有觉着，这皇上着实与先帝颇有几分相似？我们然他毕竟是帝王，过于重情只会吃苦。哀家还是希冀他的为君之路能顺畅一些。想来乐女更适合原始朴素的百越，青山相随，绿水相伴。可乐女心悦鄂君，鄂君也对乐女心存爱慕，若此生不见，岂不是遗憾？那便让鄂君后来寻得了乐女。王建，陛下有何吩咐？笔墨伺候。是。陛下，你将曹小姐画的，好像从画中走出来一样。浣花溪上，见亲亲，脸波明，黛眉清，绿云高晚，君簇小蜻蜓。好事问他来的吗？和笑道莫多情。陛下，你提的词奴婢就不懂了。
你要懂来作何用？是，曹小姐懂得便好。明晨宫门一开，就把这话送去曹府。奴婢晓得。皇上，皇太后驾到。臣参见陛下，参见太后娘娘。诸卿平身。谢陛下。诸卿可有本要奏？哀家有一事，要与皇上和诸位大人商议。太后请讲。寇大人过世时，曾留给哀家治国两策：去浮浪，见人才。皇上与诸位大人对此有何看法？这见人才，指的应是推荐有才之人，入朝为官，为朝廷效力。至于去浮浪，诸卿作何理解？回陛下，太后，去浮浪，臣以为该说的是朝廷官职的设置问题。苏卿，请继续说下去。我大宋官职，叠床架屋，各级官府层次多有重复，机构冗杂而庞大，往往容易滋生浮浪。苏大人说的不错，官职重复，不但让我国库每一年大量的耗费多余的俸禄，更重要的是，许多官员在其位，并未谋其事，尸位素餐，不仅对上不能助主，对下枉以益民，是以哀家决定彻查疏忽职守之辈，肃清吏治。太后所言甚是啊，为官者应为国为民，图个人之利者，辈位充数，鲜有建树者，皆应被去浮浪。老臣毛遂自荐，愿为陛下和太后娘娘分忧，查处那些浮浪。此事还是由苏大人去办吧。臣领旨。关于见人才，诸位大人有何建议？禀太后，先帝晚年因故停了科举，已有些年了。臣奏请恢复科举之制，为朝廷选拔人才。国之中心在于人才，也有遗贤，朝廷之汉。科举之制确实应恢复。太后，臣提议增设5科举。5人科举。回太后，如今我大宋虽四境无战事，然居安思危，定国安邦，还需依仗一国之兵力的强大。增设5科举，可为军队选取领兵之将才。郭钦此提议，甚合朕心。哀家也以为不错，只是我朝之前从未有过5人科举，这考核的内容，郭大人有何想法？回太后，5科举自然考核的是武艺。陛下，太后，既然5科举是为了遴选将领之才，臣以为除了考核武艺，还应加考策论和兵法。苏大人所言在理，恢复科举和增设5科举之事，就交由曹大人和郭大人去办。2位大人可尽快拟定一个考核章程，呈与陛下和哀家看看。陛下以为呢？谨依太后的意思办吧。臣遵旨。曹小姐的回信在何处？在里面，陛下。
金雀钗，红粉面，花里暂时相见。知我意，感君怜，此情须问天。看来曹小姐是明白陛下的心意了。汝儿冰雪聪明，更何况我们……哎呀，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陛下不说，又怎知奴婢不懂？左右还不是那句“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”。你懂得真不少啊！皆是跟在陛下身边，耳濡目染的。朕今日心情不错，给朕更衣。朕去蹴鞠场教训教训他们。是。陛下要去何处啊？又要去蹴鞠吗？你来做甚？卿务想带陛下去看一样东西。你也看见了，朕要去蹴鞠，改日再看吧。又改日？王介，走吧。是，陛下。那卿务就陪陛下去蹴鞠。蹴鞠场上都是些男子，你一个女子去也不方便。你还是跟朕的大娘娘好好学学女工吧。陛下。意见对如何查处那些浮浪有何良策？暂时还没有想到万全之策。官职重复累赘，必定会牵扯吏治腐败，官官相护。所以这不仅仅是精兵简政便能解决得了的。的确，相对见人才，去浮浪要实施起来是有些难度。不过哀家相信，意见定能思虑出一良策。你倒是信任我，我尽力。张公公，把皇上请来，哀家也想听听他的想法。回太后娘娘，皇上正在蹴鞠场上，奴婢要把他请回来吗？怎是又去蹴鞠了？王相又送了几名蹴鞠高手进宫，据闻都是巴蜀一带蹴鞠比赛的魁首，皇上正好奇着呢。自从授意喜欢上蹴鞠，咱们那个王相投其所好，从宫外弄了一堆的蹴鞠高手送进宫来，给授意陪练。这都第7波了吧？看来这王相是想方设法的，让自己不被去浮浪吧。哼。张公公，拿这些书信奏议，所为何事？陛下，这些书信是诸位大臣与丁谓的往来书信，是丁谓被贬离京之前，在丁谓的府中搜到的。这些奏议，则是京城和各地官员说及丁谓及其党朋的官网。这些书信和奏议，哀家未曾看过。今日哀家公之于众，是想将这书信和奏议付之一炬。从今以后，凡是与丁谓一案相关联者，哀家一律既往不咎。张公公，奴婢在。将这些东西都烧了吧。遵旨。抬上来，放这儿吧。王大人，臣在。退朝之后，就由你通知各部，在京所有臣工将自己的亲属故知拟成名单，呈交与陛下。臣遵旨。太后这又是为何？陛下，
众臣公皆有家学渊源，世代书香，亲属故支当中，定有经邦定国之才。且若有愿意出仕效忠朝廷的，可将名字报过来，待哀家择优重用。太后圣明。谢太后隆恩。太后，臣有异议。若朝中大臣都举荐亲友故支出仕，未免会牵扯裙带，滋生朋党。正所谓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先帝在世，令朝廷广开言路，也无遗贤。我大宋方才有今日之盛，还请太后三思而后行。举贤不避亲，举亲不避贤。哀家自有定夺。太傅的意思是指太后用人不察？臣不敢，臣只是未雨绸缪，防患于未然。亲属故支，利益相关，拥有权势之后，若是结党营私，把持朝政，虽江山社稷，百害而无一利。太傅，此言差矣。亲属故支或有不良不才之人，然有太后定夺，又有何妨啊？太后听政多年，知人善任，选贤举能，臣赞同太后此举。臣等赞同太后此举。众爱卿都赞同此举，看来是曹大人多虑了。恕老臣不敢高从。曹大人，曹大人留步！曹大人留步啊！王大人有何见教啊？哎，不敢。曹大人，这刚才在大殿之上，曹大人一番话，那真是言之凿凿，掷地有声啊！王大人不是赞同太后的吗？哎，是。以在下之愚见，太后是对朝廷重臣信任有加，才颁出了这番懿旨。但真的是不知为何太傅大人会反对太后啊！王大人，你是真看不清呢，还是想试探老夫啊？哎，不敢，王某真是愚钝，想向太傅大人请教。太后一旦将那些名单收上来，臣子们的亲属故支恐怕就永无出头之日了。这，曹大人这何出此言呢？太后把那些与丁大人有关的书信付之一炬，那是在安抚众人。他要的是那些名单，名单一旦收上来，这朝廷重臣在京城的亲友故支，就像他手上的纹路，谁还能逃出他的控制啊？哦，这原来如此啊！王大人，丁大人是你的女婿，是。如今他被贬到平江府，你以为太后还会继续提拔你的亲属，去补丁大人的缺吗？应该这。哎。这曹健对哀家一直心存不满，巴不得哀家早日还政，退出朝堂。先帝在世之时，臣多次奉劝先帝，太傅此人不可久留，不能重用。可是先帝念其对太宗忠心耿耿，始终不肯下手处置。义姐，你与郭崇信共掌枢密院，齐心协力，一起掌控军权，曹健与他的同党方不敢造次。
朝廷可保稳固。是。郭崇信原为边防守将，先皇知人善用，封其为枢密副使，所以郭崇信对朝廷心存感激，忠心耿耿。虽说如此，可哀家还是不放心，必须牢牢拢住。哀家思来想去，唯有与郭家联姻。太后的意思是说，皇上娶郭崇信的长女为皇后。卿务是从小哀家看着长大的，虽说有时会耍些小性子，但也可调教。哀家想立卿务为皇后，你觉着呢？臣以为可以。若是太后已确定皇后人选，那明日上朝，臣便当堂上奏提出此事，请太后娘娘为皇上主持大婚之礼。启奏太后娘娘，奴婢按照太后的吩咐，已让诸位大臣把名单写到了屏风之上。一姐，随哀家去瞧瞧。是。来。太后娘娘，这便是朝中重臣应太后的旨意提供各自亲属与故知的名单。正是。哀家让人做成了这幅图谱。太后是打算任用这些人，还是？意见可仔细瞧瞧，这图谱之中有何奥妙？这些人是该用还是不该用？丁谓，这些是丁谓的家眷，家眷连带出门生，门生又牵扯出这些同乡。也就是说，倒着追溯回来，这些人都能追溯到丁谓。太后娘娘真是高明啊！一张图谱就能够将朝廷格局尽收眼底啊！这丁谓虽然被贬为平江府，但他在朝中的势力并未减，依然可以左右朝政。这图谱简直可以称为丁谓在京城的关系图谱。哀家对他依然不敢掉以轻心。我在平江府安排了耳目，紧盯丁谓，有风吹草动，他们会及时上报。日后朝中凡有升迁、提拔、任用，都得先看看这图谱。但凡这屏风上有的，一概不用，这样既可防止丁谓再次作乱，也能避免朝中大臣互相勾结，暗中编织权力暗网。大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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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是？今日刚从江南进贡的柑橘，我给皇上送去。皇上呢？这奴婢也不知晓啊。你不知晓？你是皇上的贴身内侍，皇上去何处你不知晓？奴婢真不知晓，皇上出宫没告诉奴婢。小心我告诉太后，狠狠罚你一顿，你便知晓了。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治，亲戚盼之；多助之治，天下顺之。以天下之所顺，攻亲戚之所盼。古君子有不战，战必胜。
这便是孟子公孙丑下之大旨，懂得实行仁政的君主，支持和拥戴者会越来越多；倒行逆施、言不及义的君主，支持和拥戴者会越来越少。身为君主，支持和拥戴者少了，就算是骨肉亲情，也终将会背叛于他。一位心怀天下、懂得实行仁政的明君，天下人都会归顺于他。如此明君，不战则已，战必胜，所向无敌。对，先生说的是。陛下是君，老夫是臣，臣当然应该敬畏君王，尊崇君王。但是有一样，老夫更需敬畏与尊崇，而且陛下也必须敬畏与尊崇。太傅是说何人？并非何人，是方才老夫在学堂上所讲，儒家之大道。何为儒家之大道？大道就是仁政，仁政是儒家的道。老臣唯愿大道之传承，在我大宋不会断绝。恕老臣直言，在老臣心中，先有大道，其次是陛下。好啊，朕有太傅这样的古道热肠的老臣，朕求之不得。陛下，先帝驾崩之后，太后听政多年，至今都不肯还政给皇上，这是违背先帝遗愿。如此作为，绝非仁政。先帝驾崩之时，朕尚年幼，懵懂无知，幸有太后辅佐，才能有今日。太后是对朕不放心，所以至今还没有还政于朕。太后心怀天下，知人善任，如今百姓安居乐业，天下太平，这都是太后的功劳。陛下方才言知人善任，可太后前几日要大臣们交上亲友故知的名单，陛下以为太后会从中选拔人才吗？只怕是上了名单的人，就再也没有机会得以任用了。这不正好剪断了朝中的裙带关系？如此一来，也好广开言路，招纳贤才。可太后之用意，是要排除异己呀。如果老臣没猜错，陛下还未曾见过那份名单吧？太后当然有太后的功劳，但不该把持朝政，独揽大权。如今陛下已经到了亲政的年纪，朝政大事该有自己的主张了。秦始皇13岁继位，汉武大帝16岁登基，都是一代圣君。我大宋太祖太宗还有先帝，在陛下这个年纪，都早已大有作为了。眼下只是因为太后独揽大权，一手遮天，才使得百姓只知有太后，而不知有陛下呀。其实陛下才是我大宋真龙天子，民心所向。朕今日听太傅一席话，感觉豁然开朗。以后还望能经常向太傅请教。老夫披肝沥胆，万死不辞。愿陛下行长远之计，早日亲政，君临天下，则大宋子民幸甚啊！臣参见陛下，参见太后娘娘。恕卿平身。谢陛下。
诸卿可有事要奏？臣有奏报。陛下已经成年，且行了加冠之礼，臣以为当下应举办大婚立后。苏大人所言极是。陛下大婚事关社稷，生下龙嗣，我大宋江山后继有人。郭爱卿之言，郭爱卿言之在理。诸位爱卿，可有皇后之人选？回太后，臣愿举荐郭大人的长女。郭大人平时家教有方，早就听闻郭大人的长女温良贤淑，德才兼备，小小年纪便有了皇后典范之风。臣以为又与陛下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实乃天作之合，姻缘前定。臣亦举荐郭大人长女。何来姻缘前定？卿吾自小在宫中长大，两小无猜，朕视她如同亲妹妹一般，岂能再结秦晋之好？倒是曹汝，温婉端庄，颇有母仪天下之相。朕和陛下大婚乃朝中大事，应当慎重考虑。此事容后再议。退朝。退朝。奴婢给老爷请安。襄寒，你的手里拿的什么呀？是给小姐的书信。回老爷，是皇上的书信。给小姐送去吧。以后再有皇上的书信送来，先要让我知道。奴婢知晓了，老爷。爹，站住！爹，何事啊？你可知，汝儿最近和皇上来往甚密，皇上还时常有书信送给汝儿。此事我早已知晓。皇上与汝儿自小便认识，爹入宫教皇上读书时，汝儿常跟着，这日久生情，也是自然。可皇上现在尚未亲政，朝廷正值多事之秋，汝儿还是应该和皇上少来往的好。爹呀，这皇上垂爱咱们家汝儿，这汝儿以后入主后宫，这也是光宗耀祖之事，爹怎么还反对呢？伴君如伴虎啊，踏入后宫，那就会成为朝廷上一枚无足轻重的棋子，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。朝廷局势一旦有变，他随时都有可能被抛弃，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大富大贵。爹，我要的不是大富大贵，我要的是光宗耀祖。多虑了。太后真正的用意，是要以皇后之名，控制住郭崇信，牢牢掌握住军权，他便可以独揽朝政。爹啊，你刚才说的那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皇上喜欢的是咱家汝儿。喜欢又当如何？皇上不是寻常百姓，要想坐稳龙椅，他随时都要抛弃自己的心头挚爱。你就真的愿意看着汝儿郁郁终生吗？爹呀，可汝儿如今对皇上已用情至深，如今不让他们在一起，会伤着汝儿。当断则断，长痛不如短痛。太后娘娘。
青乌见过太后娘娘。青乌，怎么了？这怎么还哭了？青乌今日在宫中听闻些传言，说皇上有意立曹汝为皇后，所以青乌特来见过太后娘娘，为太后和皇上贺喜。是谁在胡言乱语啊？皇上大婚，事关重大，哀家尚未定夺，这后宫的人是如何得知的？太后娘娘，青乌想一直陪在太后娘娘身边，服侍太后娘娘，服侍皇上。哀家知道。来来来，起来起来，快坐。不用伤心，皇上大婚是由哀家定夺，哀家可从未说过要立那曹汝为皇后。宫中的传言不必太信。太后娘娘，青乌真的不愿意离开太后娘娘，不愿意离开皇上。在早烟光过，为水波生夜，春朝雨季清晨雪，正安发。只轻轻杨柳，有诗情盼着。冬安然，只有后悔身世切。跟君一杯酒，歌一阙，叹人生最难欢聚一离别，切莫此真岁月。